黄帝内经大白话第9集，闭、痿、厥，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素问篇解读：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关节在雨天隐隐作痛，突然手脚无力，提不起劲，或者一阵冷风吹过，四肢冰冷，甚至眼前一黑。在《黄帝内经素问》中，有3篇经典专门讲这些症状，称为闭、痿、厥。这一集我们就来一起读懂《素问》第22至24篇，了解这3种古人认知的沉默危机。第1节，闭论篇第22。你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？明明没有扭伤，却总觉得关节又酸又胀，一到阴雨天更明显。闭论里说，风寒湿3气杂至，合而为闭，也就是说，风、寒、湿3种外邪侵入人体经络，造成气血运行不畅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出现一种闭塞不通的状态，叫做闭症。闭分为3种，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划分。1. 行闭，其行无定处，痛往来走，名曰行闭。像游走的疼痛，今天肩膀，明天膝盖，时痛时好，就像车流忽然哪里都堵，又忽然畅通无阻，气血像被风吹得乱跑。2. 痛闭，其痛有定处，痛如锥刺，名曰痛闭。风寒之邪偏重寒邪，痛点明确，就像寒气凝结在一处，针扎一般，可以类比为水管某段被冻住，局部结冰。3. 浊闭，其痛者处不移，皮色不变，名曰着闭。偏重湿邪，像湿毛巾捂住皮肤，沉重、粘滞，反复不愈。湿邪最难缠，所以浊闭最易缠绵难愈。在现代医学中，类风湿、风湿性关节炎、痛风等，很多都可以从闭症的角度找到对应。比如痛风发作，寒邪遇风，属痛闭；老人湿气重，膝盖常沉重难动，是着闭。中医怎么看？闭症的根源不只是关节问题，而是体表防线失守，外邪入侵。我们如何应对？避免在潮湿阴冷的环境久留，少吃生冷寒凉，多用艾灸、拔罐驱寒湿，平时运动养阳，保持气血通畅。第2节，痿论篇第23。有没有人你认识，总是手软脚软，拿不稳东西，走路发飘，却检查不出问题？痿论开篇即说，肺热夜交，津液传送不行，故四肢不用而为痿。这意味着痿症的根本不在四肢，而在五脏，特别是内热导致津液耗伤，进而出现四肢痿软无力。五脏对应五痿，五脏失调影响不同部位，叫五脏之痿。1. 肺热，则夜交，津不上输，臂膀为软。2. 心热伤血，血不养筋，使脉涩而不能动。3. 脾热伤肌，四肢不用肌肉消瘦。4. 肝热筋缩，不能屈伸。5. 肾热骨枯，腰膝软弱无力。现代案例：肌无力症，运动神经元病，长期虚劳。很多现代病理状态都能在痿论中找到古人的理解框架。素问说，治痿独取阳明，阳明经主肌肉，是人体气血之海。调理痿症，要补中益气，让脾胃生化有源，津液充足，才能养筋润脉。中医怎么看痿？不是单纯的瘫软，而是脏腑失调、津液枯竭的外在表现。我们如何应对？饮食上多补气养筋，如山药、
黄芪。情绪过热，生活太燥，要学会降火，适度运动，避免操劳过度耗精血。第3节结论篇第24，你有没有看过有人突然晕倒，手脚冰冷，口唇青紫，明明心跳还有，却仿佛气都断了。结论说，阴阳不和，气血逆乱，则为绝。绝症本质是气血突然逆乱，上下不通，阴阳失调。4种绝的分析： 1. 气绝，因大悲大怒，气上冲胸，不通则晕厥。2. 血绝，突然失血，血脱则脑无所养。3. 寒厥，寒邪内入，阳气闭塞，四肢逆冷。4. 热厥，热盛伤筋，气随热脱，神志昏迷。气绝像电路突然短路，血绝像水塔断水，寒厥像锅炉突然停火，热厥则是热锅烧干水。中医的厥对应现代医学的晕厥、昏迷、低血压休克、热射病等急症状态。中医怎么看绝症？不是普通的虚弱，而是瞬间的生命危机往往来的吉凶险大。我们如何应对？日常调和阴阳，情绪平稳是预防关键。有突发症状，应及时判断寒热虚实。对于寒厥，可温阳救急；热厥则需清热救筋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痹论、外邪闭塞经络，引发关节疼痛痿论、五脏内热、津液不养、四肢无力。结论：气血逆乱，阴阳乖离，生命急症，它们不是独立的名词，而是身体在不同层面发出的求救信号。本集关键词：痹、痿、厥，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保养身体，不只是治病，更是倾听身体的细语。学习中医，不只是望闻问切，更是理解生命的运行之道。下一集，我们将进入2个特别精彩的篇章，敬请期待《黄帝内经大白话》第10集。